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我有4个月没更新，因为有一些家务事需要处理，现在总算是处理完了。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还能继续保持关注，今后我会保持更高频率的更新，在此感谢大家。最近我想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些个体心理话题，比如今天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父母会认为我不上班休息一段时间就是十恶不赦？作者说道，虽然自己也有存款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只是上班太累了，想休息一段时间，但父母却无法容忍，不断地催促自己上班。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社会非常普遍，包括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是如此。他们虽然已经难以忍受自己的工作，但却不能选择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。经济压力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，但父母的不理解也同样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。我在之前的这一期视频中也提到，如今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假装上班，他们或是被迫失业，或是主动裸辞，但为了不让家人发现，还要坚持每天早上按时出门，下午按时回家，做出上班的样子。除了假装上班，还有越来越多的假装考研和假装考公。例如三联生活周刊9月份发布了一篇热门文章，标题为21到26岁，他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5年。文中的主人公5年的时间里，备战了4次研究生考试、2次公务员考试和3次编制考试。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，但如今的确有许多年轻人选择了以考研和考公为理由，来回避父母对自己的责备。备考虽然不等同于上班，然而在许多有着学历和编制滤镜的父母那里，是一种完全可以接受，甚至是更有前途的做法。我们说，休息和闲暇对人的生存而言不仅是必要的，甚至是本质性的。它绝不仅仅是一种为了服务于工作的手段。在中国，许多人的一生都是被一个又一个中心任务推着走的，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去思考自己是否喜欢，以及自己想要什么，这使得休息更加必要。不过，尽管年轻人发明了各种方式来回避父母的压力，努力给自己创造休息的空间，然而，不论是假装上班，还是假装备考，都需要一个人不断地去伪装和应付，这就不能等同于真正的休息。而作为亲密关系的父母，当孩子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时，为什么不能选择去理解和包容孩子呢？我们每个人的人际相处模式都是从早期的与他人的关系中习得的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，也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行动。例如，当一个人向父母寻求安慰并获得了接纳时，这个人就会习得这样一条经验：向他人寻求安慰是有好处的。而如果这种求助遭到了拒绝，那么这个人就学会了隐藏和否认自己的痛苦，并将这种经验压抑到意识的深处，因此难以去有意识的反思。然而，压抑并不等同于消失，这种否认痛苦的经验在未来的关系中可能重现。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将这种创伤传递给自己的孩子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在表达痛苦的需求时被父母漠视，那么他很可能在听到自己孩子的需求时，也会下意识地否认和漠视，如同他的父母对他所做的。正如弗洛伊德曾经说过，患者无法记得任何他已忘记和压抑的，但能够用行动把它表达出来。他不是以记忆的方式，而是以行动的方式把它再现。也就是说，父母无法接纳孩子的不上班或者躺平的想法，归根到底源于他们在自己的早期阶段，那些对于闲暇和自主的诉求被周围环境漠视和否定得更加严重，而这种否定由于是创伤性的，因而也是难以被反思到，表现为一种无法遏制的焦虑。对许多父辈来说，孩子不上班本身就是可怕的，是会引起强烈的焦虑的。这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价值观：一个人只有在集体之中，在忙碌的过程中才是有意义的，哪怕感受不到意义感，而当他试图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来决策，就是可怕的。对于没有创伤的人而言，上班与否只是一种理性权衡之后的选择。如果上班时收入和努力不成正比，或者这份工作无法提供给我意义感和价值感，同时自己在经济上还可以过得去，那么选择不上班是一种理性的选择，
因为上班本身并没有神圣性，我不需要靠上班本身才能证明和确认我的价值。但对于父辈来说，在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中，一个人是否有集体和国家所认为的工作可做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由个人选择的问题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没得选的。工作首先体现了你这个人的内在价值，而非他能够带给你怎样的物质报酬。而如果一个人有了闲暇却不去工作，那么他的存在就是没有价值的，并成为一个可以被人干涉和检查的物体。首先是在经济上，在父辈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，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都由国家直接的垄断和经营，脱离集体和社会秩序的游民不仅无法获得收入，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无法靠自己获取，再加上城乡居民在工作机会、社会保障等方面所拥有的巨大差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会习得一种对于脱离集体的根深蒂固的恐惧，因为你所处的集体几乎决定着你生活的一切。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真的脱离集体，一个人仅仅是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服饰，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同的生活习惯，就可能被举报并且招来灾难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不会感知集体的氛围和主流趋势，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在社会舆论上，在父辈早年生活的时代，悠闲本身的确是被视为有罪的，并且是需要被改造的。一个被挂上二流子牌子的人，不仅会被剥夺原来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，还会沦为被他人随意批评教育改造的对象。这些措施足以让大多数人对脱离秩序感到强烈的羞耻和焦虑。这里值得讲一讲二流子这个词的历史。二流子这个词来源于陕北农村。20世纪40年代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了对二流子的改造。在当时，二流子指的是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、具有很多恶习且破坏社会秩序的人。被定义为二流子的群体中的确有人具有恶习，但根据周海燕的研究，二流子们被改造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不从事生产，同时煽动农民质疑和抵制政府的公粮税收。在当时，农民普遍对于高比例的税负感到沉重的压力，而二流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农村有着影响力，因此成为了政府的重点改造对象。比如反对农村中的二流子一文所说的，这类人物一方面自己好吃懒做，不愿参加政府所号召的生产运动，或者对生产运动采取消极态度，只消费而不生产是他们的本性，同时还阻碍劳动农民生产热忱的增长。他常常向农民说，你们只生产自己1年使用的粮食就够了，多余的还不是被政府征收去了。煽动农民对政府生产号召取消极的抵制，对积极参加生产的农民则取歧视的态度。在生产运动中，二流子常常起着破坏的作用，他们是成功不足、破坏有余的赘流。再比如，王浪超的关于组织二流子集体生产一文中这样说道：一些二流子认为自己日子过得好不好跟政府不相干，有的说他把我个病鬼还能怎地，还有的说咱又没吃他的，没穿他的，没打他，没骂他，就是饿死于他公家和相干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二流子们就是一群躺平的人，他们的逻辑其实和今天年轻人拒绝被领导打压、不想上班的理由有类似之处。不过在当时，这显然属于要被批判和改造的类型。首先，边区政府为他们制定工作计划，下达劳动指标，要求限期内必须做到。此外，还要登记二流子名单，挂二流子牌子，使其被孤立。一些地方为了避免二流子乱花钱，采取了由干部代为保管粮食和钱财的做法，如需支取要提前向干部打报告，说明正当理由。这种对游民的改造活动是一项长期持久政策，并且在1949年后推广到全国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父辈的那个时代，人确实是没有闲暇的自由的，所有的资源都被国家所掌控。在农村，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掌控着所有的土地、农作物、
农具和牲畜，农民领取的报酬主要是公社分配的粮食和生活用品。在城市，商品价格完全受政府控制，市民的医疗保险、食品工业、住房、文体娱乐活动和社会关系都高度依赖所处的工作单位。人们通常被视为单位和集体的一员，而非独立的市民。脱离集体的人几乎是无法存活的。因此，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父辈难以理解，现在的集体已经无法提供基本的庇护功能，这使得个体要获得安全感和身份认同，只能依托自己拥有的心理资源。在父母生活的那个时代，虽然他们的集体也很难说提供了什么庇护功能，但当时的社会流动性很低，个体的社会身份相对而言是稳定不变的。而现在的年轻人则处于一个高流动性的时代，缺乏一个稳定、成熟的自我概念，是很容易在日后的人生中感到空虚和无意义的。而要建构属于个人的自我同一性，必然需要也只能依托自己的心理资源，也就是与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进行连接。当个体感到自我的存在，感到自己的个性是真实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更快地分辨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。也许他会再去从事其他的工作，或者进入其他的人际关系，但他不会再轻易地感到后悔或者失败。而这个与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行连接的过程，只有在闲暇和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发生。父母们应当更多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良好的亲密关系才是子女获取长远幸福的根本保障。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咨询，请联系我的邮箱。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视频会员，可以看到所有视频的文字稿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